上辈子台风天，我为救未婚妻柳如烟，将她打晕后拖上最后一艘救生船。柳如烟醒后感激不已，手捧鲜花跪在地上向我发誓，将用一生来偿还我的爱意和恩情。我以为这是幸福生活的开始，却不想在订婚宴上，她亲手给我全家下斗，然后掐着我的下巴轻笑。江木槿，你救了我，却毁了我与青池的私奔，现在我要你全家给他赎罪。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那艘救生船前，而柳如烟正歇斯底里挡在众人面前，堵住所有人的生路，只为等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一人。我看着她，冷冷的笑了。既然这么想死，这辈子我将亲眼看着你们自取灭亡。都不准走，青池没来之前谁都不准走。柳如烟站在救生船门口，死死堵住大门。风越来越大，海面不再平静，其余同学逐渐变得慌乱，纷纷劝阻柳如烟让开。可柳如烟不仅不为所动，反而掏出水果刀。谁要是敢抛下宋青池，我第一个让他死。胆子小的女同学已经开始哭起来，体育委员仗着自己身强体壮想要冲进去。都给我冲！要是今天不上这艘船，也会被台风卷跑。可还不等他靠近，柳如烟就拿着水果刀对着空气胡乱划拉。虽然没有伤到人，但成功让所有人都停止了脚步。众人不敢再贸然冲上去，只敢站得远远的骂他。宋青池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万一他不来呢？你岂不是要我们都死在这里？柳如烟，你先让我们上船，到时候江青池来了，我们就能直接开船。可无论同学们怎么说，柳如烟都不为所动，目光越过人群，落在我身上，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。江木槿，你这辈子休想再拆散我和宋青池。只一句话，我就知道柳如烟也重生了。想到上辈子她血洗我们婚礼，害死我一家几十口人，我就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。可下一秒，我嘴角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。柳如烟说的对，江青池也是我们的同学，我们怎么能抛下同学自己逃生？柳如烟有些怪异的看着我，不明白为什么这次我竟然会站在她那边。但柳如烟很快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江木槿，你能想通最好，否则别怪我这辈子不客气。我捏了捏班长的手，示意他不要着急。班长是为数不多知道我大少爷身份的人，也知道这次暑假出来玩，其实是我出钱出力重活一世。明明知道台风会来，我怎么可能重蹈覆辙？我早在发现自己重生的时候，就给爸爸发了短信，让他快来救我。就算柳如烟堵住船门不让我上去，我也能带着一众同学离开。我安抚班长，让他帮我一起小声和其他同学说不要害怕。可眼看着台风逐渐逼近，众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。就在这时，宋青池抱着几只小海龟姗姗来迟。如烟，我来了，我们快上船。柳如烟眼睛一亮，立刻就让开船门，上前想要拉住江青池。砰！就在这时，大风直接把唯一的救生船掀翻，离得近的同学也被巨大的风吹到海里，救生船沉了。柳如烟眼疾手快，牵着宋青池跳上了岸，其他隔得近的同学就没有这么好命了，狼狈的在水里扑腾。众人又是一通手忙脚乱，才把他们救起来。对于在一旁冷嘲热讽的江青池，被救上来的同学纷纷对他怒目而视。宋青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至于这么狼狈吗？你半天不出现，竟然是为了救海龟，我们都要被你害死了。现在唯一的船沉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面对众人的指责，宋青池抽抽噎噎，这些都是海龟宝宝，要是我不救他们，他们都会被老鹰吃掉的。说着，江青池顶着众人吃人的目光，将海龟放进海里。乖，你们现在安全了，快回家吧。眼看着台风逼近，众人顾不上指责江青池，纷纷看着我。我是今年的高考状元，在学校的时候也一直乐于助人，他们习惯了找我解决问题。我看着黑压压的台风，决定先带众人躲进山里。一呼百应，众人立刻跟着我进山躲避。可爬到半山腰，宋青池又开始作妖。哎呦！宋青池摔了一跤，崴了脚，嚷着不愿意走了。众人原本就对江青池有怨言，觉得他耽误他们上最后一艘救生船，现在见他又拖后腿，纷纷加快脚步远离他。柳如烟一把抓着我的手臂，看着逐渐接近的台风，催促道：江木槿，你赶紧把青池背上。我冷冷看着柳如烟，想都没想就拒绝。要背你自己背，我没空。柳如烟一把抓着我的手，威胁道：江木槿，你要是不背江青池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死死瞪着柳如烟，不敢相信她竟然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。作为我的童养妻，柳如烟应该时时刻刻保护我的安全，可现在柳如烟却威胁我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台风的事还没有解决，突然冲出来一群强盗，我们一群才毕业的学生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身经百战的强？很快我们就被抓进山洞。柳如烟手里的水果刀被收走后，肉眼可见的慌乱，可江青池却一反常态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我隐隐感觉有些奇怪，虽然这是国外，但在旅游地区突然出现一群强盗还是很离谱，而且被没有人性的强盗抓了。宋青池为什么会笑？但没有给我太多时间思考。个大腹便便的首领走出来，他环视一圈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看到他脖子上的围巾，我心瞬间安定下来。围巾上有我们家族的徽章，我从小就被教育，看到这个图案就说明眼前的是自己人。看来爸爸出手了，这个图案只有真正的江家人才知道。柳如烟作为我的童养妻，宋青池不过是我家保姆的儿子，并不清楚，所以柳如烟看首领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以为他看上了我，立刻把我推出去。首领，江木槿身材好，能让他服侍你是他的荣幸，只要你放了我和宋青池，这个人随便你玩弄。看着柳如烟谄媚的样子，首领挑眉：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有什么权利把这个男人送给我？柳如烟听这话以为有戏，拍拍胸脯：江木槿是我童养夫，但我不喜欢他，您能随意处置，只要你能放了我和宋青池就好。
好。说完，当着我的面牵起宋清池的手。听着柳如烟颠倒黑白的话，我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还不等我反驳，柳如烟快步上前，拍手狠狠甩了我一巴掌。江木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乱说话。江清池可是宋家的大少爷，你为了他受点苦算什么？这一巴掌，柳如烟用尽全力，我被打得摔倒在地上，首领脸色瞬间阴沉。他一脚踹飞柳如烟，走到江清池面前，眼底神色晦暗不明。你就是那个京都首富宋家的儿子。江清池挺直腰板，中气十足。对，就是我。啊！下一秒，首领也一脚把江清池踹飞。正好几年前，老子跟江家有点过节，今天抓到他亲儿子，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。江清池看着凶神恶煞的首领，愣怔片刻。不对，明明……可他话还没说完，首领一把拽住他的头发，往里拖。这下子宋清池是真的害怕了，急忙让柳如烟救他。柳如烟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，紧紧抱着宋清池，大声说：“他不是江家大少爷。”柳如烟指着我大喊：“江木槿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少爷。”一时间，空气仿佛凝结了一般。在学校时，柳如烟让我低调，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可江清池却大张旗鼓，满身珠宝，所有人都传江清池是江家大少爷，他也不否认。在对江清池有利的时候，他就是江家大少爷；没好处的时候，柳如烟就把我推出去。可这次柳如烟失算了，首领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柳如烟：“你当我是聋子吗？谁姓江，我都听不明白。”还好爸妈担心我被有心人盯上，所以我从小跟妈妈姓。再说了，这男人手上的手表一看就很名贵，你跟我说他不是宋少爷？江清池慌乱地捂着自己的手腕，可惜为时已晚。首领一挥手，瞬间出现很多强盗压住柳如烟和江清池。我看你一直维护宋少爷，两个感情好呀。我这人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柳如烟不住点头，谄媚道：“对，我们很相爱。”可下一秒，首领嘴角露出一抹恶趣味的微笑。你们两个人谁出个小拇指作为信物，让我寄回宋家，我拿到钱立刻就放了你们。这话一出，江清池尖叫出声：“我不想死，我根本不是宋家大少爷，我不过是他们家保姆的儿子，这些名贵手表都是江木槿的。”柳如烟也恶狠狠盯着我，急切开口：“江木槿，你快跟首领说啊，说你才是宋家大少爷。”我站在原地看着两人狼狈的样子，心底划过一抹冷笑。柳如烟从小被爸妈抛弃，丢在孤儿院门口，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，个头矮，抢不到吃的，别人欺负，更没有吃的。就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是我出现，见他可怜，将他带回宋家，让他成为我的童养妻。最开始柳如烟对我感恩戴德，事事上心。可后来江清池出现了，他是家里保姆的儿子，从小没有爸爸，被柳如烟划分为自己人，而我这个救他于水火中的人，却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少爷。我对首领摇头：“我不是，我甚至不姓江。柳如烟是为了保住宋家大少爷才这么说的。”听到我的话，柳如烟勃然大怒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江木槿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要是承认自己的身份，我和江清池就都没有事，这一切都是你欠他的。”我冷冷地看着柳如烟，我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他们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活下来。首领也被我们吵烦了，挥手让人把柳如烟和江清池拖到山洞外。台风过境，无数树木被拔起，在天上乱飞。站在洞门口的江清池吓得脸色苍白。突然，首领眼底闪过一抹看好戏的眼神：“我人比较好，你们可以自己商量，选择谁被赶出去。”这话一出，两人立刻争执起来。这时，首领将一个电话还有个小包裹递给我：“台风来得快，去的也快，还有10几分钟就停了，到时候就有艘救生船接你们回去。”这次你们遇上强盗根本不是意外，在首领的解释下，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江清池策划的。他提前得知会发生台风，又联系上和我爸有矛盾的对家伪装强盗，再说自己想去海边玩，让柳如烟逼着我出钱带大家出国。可江清池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我重生了，并且让我爸早做安排。我爸在派船来接我的时候，发现了宋清池的阴谋，爸爸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干掉对家，将计就计，让自己的人伪装成强盗保护我。我看着门口还在相互争执的两人，下定决心，这次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。宋清池哭哭啼啼看着柳如烟：“柳如烟，你这么爱我，你肯定不忍心让我失去小拇指，更何况你很清楚我根本不是真的宋家大少爷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是江木槿心尖上的人，是未来苏氏集团的掌舵人，只要你付出一点点代价，我们就都能活。”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宋清池，不敢相信他用2辈子守护的男人，竟然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把他推出去。若是以往，宋清池一滴眼泪，柳如烟肯定早就心软了。可如今看着肆虐的台风，柳如烟心里也没有底，双腿颤抖的厉害。首领缓缓开口：“你们考虑好了吗？用谁的小拇指？”宋清池立刻指着柳如烟：“他用他的。”柳如烟急忙摆手：“别用我的。”首领冷笑：“看来你们还是没有商量好呀。既然如此，把男的先丢下去。”我们躲避的山洞在半山腰上，下面就是海。话音刚落，宋清池脸色狠狠一白。在强盗动手之前，宋清池突然情绪激动，冲到柳如烟面前，在柳如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把将柳如烟推下去。“你口口声声说着爱我，那就为我去死吧！”柳如烟在水里浮浮沉沉：“我不会游泳，我不会。”宋清池吓得脸色苍白，不住往后退：“和我没有关系，不怪我。江木槿，你快下去救柳如烟，她不会水。要是柳如烟死了，肯
肯定是你害的。柳如烟和宋清池可真的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明明都是自己的错，却要道德绑架我。这次也是他把柳如烟推下去的，却让我去救柳如烟。看着他倒打一耙的样子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厉声呵斥：你发什么疯？你推下去的人凭什么要我去救？这时台风已经过境，海水虽然还没有平静下来，但已经安全了很多。宋清池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一脚踹下水。你推下去的人自然要你自己救。水里的柳如烟原本看到我把宋清池踹下水，愤怒地看着我，可下一秒他听到宋清池是来救他的，又期待地看着宋清池。宋清池曾经是游泳冠军，如果他救柳如烟，那两人活下来的概率都很大。可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宋清池不仅没有游去救柳如烟，反而不停往岸边游。我要活下去，我要活下去。柳如烟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。柳如烟眼底的光一点点暗下来，岸上的同学虽然狠狠拦住救生船门的柳如烟，可到底是3年的同学，见宋清池如此见死不救，纷纷鄙夷。我还以为他们多相爱呢。柳如烟为了等宋清池得罪了我们所有人，结果宋清池根本不愿意救柳如烟。你看柳如烟现在的表情都要碎了。就是刚刚还有求生意识，现在整个人都呆愣住了。眼看着柳如烟就要沉下水，我赶紧让首领派人。人是我带出来的，要是真的在我手里出了事，我一辈子都无法安心。我会向柳如烟和宋清池复仇，可不是用这种方式。下水的强盗顺便把宋清池也提溜起来，海里风浪太大，宋清池游了这么久，其实只游了几米。柳如烟被呛了不少水，回到岸上后不停吐海水。宋清池捂着胸口，心有余悸。我冷冷地看着两人，原来他们的爱情也不过如此。就在这时，一艘小船由远及近驶来，首领一挥手，船员拿来梯子，你们回去吧，接你们的船来了。宋清池眼睛一亮，立刻站起来就想要上船，和今天上午要救海龟半天不出现的样子截然不同。我站在门口拦住他的路。今天全部人等你，你不来，现在你凭什么觉得这个船上有你的位置？宋清池一愣，习惯性地对着柳如烟告状。柳如烟，你看江木槿又仗着自己大少爷的身份欺负我。可这次柳如烟没有帮他出头，因为被呛太多水，柳如烟还倒在地上，没有回过神，根本无暇顾及他。其他同学早就因为今天上午他姗姗来迟而气愤，现在不仅不会帮他出头，反而和我站在一起拦住宋清池。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宋清池不满地嘟囔。这时柳如烟也缓过神来，看到救生船，眼睛一亮，也想要冲上去。柳如烟和宋清池两人突破我们禁锢，争先恐后冲上去，手刚摸到门，就被人一脚踹飞。一群保镖从里面出来，站成2排，恭恭敬敬朝我鞠躬，欢迎大少爷回家。在柳如烟和宋清池惊讶的眼光中，我带着一众同学上船，确定所有人都上船后，我回头勾唇冷笑，我的船你们不配坐。说着就要关船门。宋清池看着身后凶神恶煞的强盗，抱着我的大腿痛哭流涕。大少爷，我没有想过要背叛你，都是柳如烟，是他勾引的我。他说他早就腻了你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说我和他才是一类人，我是被柳如烟蛊惑的大少爷。求求你带我回去吧，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和你感情深厚，你不能对我见死不救。我冷冷地看着宋清池，他哭泣的脸和10年前的雨夜重叠。10年前，他爸家暴他们母子，宋清池无家可归，可我好心将他们带回别墅，给了宋清池妈妈一份工作，又让宋清池继续读书。这些年吃穿用度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，真的对得上一句恩重如山。我对他这么好，可宋清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跟我的童养妻勾搭在一起，偷我的手表，联合强盗想要我的命。这样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，我怎么可能再给他一个机会？我一脚踹在宋清池胸口，嗤笑。你别忘了，是谁把我们大家骗到这里来的？宋清池，你真的以为你做的那些肮脏事情？我不知道。宋清池瞳孔皱缩，手不自觉松开。江木槿，你都知道了。我似笑非笑，看着一旁地上的柳如烟，她被呛了不少水，看样子需要及时送去医院救治。她习惯了被我照顾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江木槿，你先带我回去，一切我都能给你个完美的解释。以为我好像以前那么好骗，可之前我不去考证，愿意相信他，是因为我爱他。现在我恨不得将他除之而后快。我冷笑。柳如烟，你回不去了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和宋清池永远的发烂发臭吧。说完，我让人关上船门。门被彻底关闭之前，我看到柳如烟绝望的双眼，杀人诛心。我让首领告诉柳如烟，宋清池是有预谋的将我们带到这里。首领发给我的视频里，柳如烟气得浑身颤抖。宋清池，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，可你呢？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水，还把我推下去。宋清池双眼红彤彤的，像个小兔子一样可怜。他拉着柳如烟的手撒娇，想象过去无数次那样蒙混过关。如烟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突然抬手狠狠甩了宋清池一巴掌。你害怕？我看你从来没有想过要救我。你知不知道我上辈子为你付出了多少？这一巴掌柳如烟用了全力，宋清池被打得摔在地上，但下一秒他毫不示弱，跳起来和柳如烟对骂。我关了视频，看着他们互撕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对柳如烟的爱早就一点点被他磨灭，以后就让这两人自生自灭了。船停在祖国的港口时，早早在等待的家长们迫不及待地冲过来，搂在自己家的孩子，我也被爸妈抱了个满怀。阿景，你差点吓死妈妈了，以后不要再离开我们的身边了。为了让爸妈安心，第二天我就去爸爸公司实习，工位都在爸爸的眼皮子底下。我给爸妈说了宋清池勾结强盗的事，他们立刻就开除了宋清池妈。我们家保姆众多，干活轻松，钱又多，宋清池妈不愿意离开，围在门口堵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报警，才吓得她赶紧离开。我回来后，她又跑到我们门口大喊大叫，说我们拐卖了她的儿子。我冷笑，把宋清池勾结强盗的证据打印出来，甩在她身上。她得知真相后，再次想要逃跑，却被我保镖拦住。经历过生死以后，我不想再忍了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
将他这些年的罪状一一细数。这些年你们母子偷了我们家多少珠宝？你以为我不说就不知道？我指了指头顶上方的监控摄像头，你们丑陋的嘴脸，摄像头可是拍得一清二楚。这次我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宋清池妈终于彻底安静了，因为她喜提20年国家饭，包吃包住，生活好不惬意。解决完不顺心的人后，我一心扑在实习上。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，就在我忘记柳如烟，开开心心去清北上大学的时候，柳如烟出现了。如今的她身上早已没有我用金钱养出来的贵气，整个人干干瘪瘪的，就像是很久没有吃过饱饭。但转念一想，在强盗手里能吃个什么？她站在我学校门口，手里捧着一大捧快蔫了的花，不停张望。我嫌晦气，想要换条路进学校，却不想被眼尖的柳如烟看到。她扯着嗓子叫我的名字，江木槿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我更想逃了。可柳如烟仿佛没有发现，兴冲冲跑到我面前，把花递给我。江木槿，我回来了。这段时间我反省过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前是我不识好歹，你别生气了。见我无动于衷，她单膝下跪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往后余生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看着柳如烟深情款款的模样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我后退一步，不露痕迹地避开柳如烟的花，嗤笑道：“我是宋家大少爷，而你有什么？”柳如烟脸色一寸寸灰白下来。江木槿，你以前从来不在乎这些。她话还没说完，就对上我冰冷的目光，言语一噎，最后只有对不起3个字。可我没有心软。柳如烟，你爱的从来都不是我，现在回头也并不是因为你发现你爱我，而是因为你被宋家赶出去，一无所有。明明这辈子你和心心念念的宋清池在一起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知足？柳如烟突然疯了一样大喊大叫：“他就是个烂人，根本不值得我对他这么好。我上辈子竟然为了这么一个烂货，害死了你！”柳如烟眼角划过一滴泪，哀求地看着我。江木槿，我早就后悔了，你这么爱我，再给我个机会好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宋清池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，一巴掌甩在柳如烟脸上，直接把柳如烟打翻。柳如烟，你这个贱人，老子我为了你无视了这么多恶心的强盗，好不容易带你回来了，你竟然想要把我一脚踢开！柳如烟也毫不示弱，两人直接吵起来。从两人争执中，我才知道他们在我离开后，柳如烟知道这些强盗是宋清池蓄意而为之，一下子就想通了。上辈子宋清池根本没有死，他所谓的报复就是一场笑话。于是这一世，他为求自保，也为弥补前世心结，设计让宋思年落入一群恶徒之手，妄想换取一线生机，却未曾想，两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，陷落匪窝便如待宰羔羊，终究难逃一劫。即便柳如烟将宋思年推向深渊，也终究于事无补。在那群人眼中，弱者从无区别，只有掌控与否。最终，山洞中所有哭喊与挣扎，渐渐归于沉寂。在那段昏暗绝望的日子，两人受尽屈辱，直至1个月后，才寻得一线机会逃脱。柳如烟原想独自离开，却被宋思年强行拉住。他以惊动恶徒作为威胁，若不肯带他同行，便立刻坏人前来。若被发现逃脱，下场将远比眼前更难承受。恶徒手段残忍，层出不穷。无奈之下，柳如烟只得带宋思年一同踏上归途。曾经至死不渝的一对恋人，就这样成了恨不得咬下彼此一块肉的愿望。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出声打断：“你们的事和我没有关系，要吵去别的地方吵。”柳如烟眼神突然变得锐利，急切抓住我的手。江木槿，你必须和我结婚，我们才应该幸福的生活一辈子。看着偏执疯狂的柳如烟，我冷笑：“你如今的样子，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和你结婚？”柳如烟瞳孔骤然紧缩，她还想说什么，可学校门口的保安已经注意到这边的动静。柳如烟和宋清池逃跑了，但我觉得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想到这，我赶紧联系了几个保镖，以应对意外。废弃仓库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还是被绑架了。再次醒来，周围静悄悄的，我双眼被蒙住，看不清在哪里。我摸索了一下身体，手机被拿走了，但皮下的定位器还在。我用手快速按了2下，就在这时，有脚步声响起，被蒙住双眼，我的耳朵更加灵敏。我感觉到那人站在我面前，正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口：“柳如烟。”下一秒，眼罩被取下，光刺激的我半眯着眼睛，站在我面前的果然是柳如烟。她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：“江木槿，你很聪明，但很可惜，还是落到我手里了。”我死死盯着柳如烟，厉声呵斥：“柳如烟，赶紧放了我，否则有你好看！”柳如烟哈哈大笑，一把掐住我的下巴：“江木槿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嚣张什么？不会有人找到这个地方。你要是乖乖听话和我结婚，我们就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你现在也不用受这个罪。”她眼神突然变得锐利：“江木槿，我被你逼得活下去，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让你家里送5000万，拿到了我就放你回去。”我冷笑：“如果我不呢？柳如烟，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相信你？要是你拿了钱不放我回去怎么办？你怎么还没搞定？”就在这时，宋清池推开门走进来，他见柳如烟摸我的脸，愣怔一瞬，继而冷笑：“你不会在最后一刻背叛我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背叛我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”说着拿出小刀对着柳如烟。柳如烟赶紧安抚宋清池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再让江木槿赶紧给家人发短信，我要5000万，到时候我们出国，天高海阔，还不是让我们逍遥？”宋清池还是有些怀疑：“真的？”柳如烟咬牙切齿：“当然，江木槿这个贱人，我前几天求他和我结婚，他不愿意，现在就只能去死。”柳如烟双眼赤红，掏出一把小刀，对着我手跃跃欲试。“江木槿，我就先收点利息，万一你爸不相信，不给我钱怎么办？我需要个信物，不如就拿你的小手指，怎么样？”柳如烟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，一步步朝我逼近，她猛地抓着我手，眼看着就要砍下。
砰！他的尖叫声与枪声同时响起，柳如烟被赶来的警察一枪打中肩膀，小刀掉在地上，保镖立刻冲过来，一脚踢飞小刀，护在我面前。宋清池见情况不对，想要逃跑，却被另外一个保镖一把抓住。柳如烟和宋清池都被抓了。到最后时刻，柳如烟还在挣扎，大喊：江木警，我和你只是开玩笑的，你快和警察说，我是你妻子，我们是夫妻啊！我揉着发红的手腕冷笑：柳如烟，我一定会让人在监狱里好好招待你的。柳如烟脸色狠狠一白，她终于意识到，我这次是真的不会再给她机会了。柳如烟因为非法囚禁，再加上之前蓄意谋害我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宋清池趁警察放松警惕，想要逃跑，结果被当场击毙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我们都得到了最好的结局，过去的事情我也早已经放下。我相信往后余生，他在监狱里一定能体会到我上